国潜艇被我国秘密打捞出，英国首相要求归还。1972年，我国山东威海未知海中，一艘潜艇被秘密打捞上岸。这起事件一直被严格保密，直至2011年才曝光。此消息一出，英国首相紧急发声，声称那是他们失落的海神号潜艇，并向中国发出归还的要求，甚至扬言说中国窃取了他们的机密。为什么英国潜艇会出现在我国海域呢？面对英国的无理要求，我国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？今天这个视频带你一起探究真相。1898年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，成为了众多列强争夺和割让对象。在甲午海战后的混乱中，英国眼疾手快地侵占了刘公岛。这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土地，被英国视为建立持久海军基地的绝佳之地。英国在刘公岛大肆铺张，建立了庞大的军事设施，并且还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度假胜地。当时已被列强削弱的清政府只能无力地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。刘公岛成了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的聚集地，所以之后这里就经常出现英国的潜艇了。那么英国的海神号潜艇为什么会发生意外呢？关注我，下期我们接着说。一场预料之外的碰撞，导致海神号潜艇沉没。为何一艘新进下水、装备精良的英国海神号潜艇，在1931年的一次正常演习中，会突然与一艘中国商船发生如此严重的碰撞？在刘公岛附近，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正在进行舰艇演习。海神号作为这次演习的一部分，潜入海底，准备进行模拟鱼雷攻击。一切本应进行的井然有序，海神号静默，达到预定深度后，准备浮出水面发射鱼雷。然而，在演习即将完成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一艘名为“鱼太号”的中国商船突然出现在潜艇附近。尽管能见度良好，且双方距离相对安全，但出于未知原因，两艘船未能成功避开对方，发生了碰撞。海神号瞬间遭受重创，海水疯狂涌入，导致潜艇迅速下沉。紧急情况下，潜艇官兵选择弃舰。虽然附近的英美舰艇迅速赶来救援，但仅有35名船员被成功营救，还有22人在此次事故中丧生。此时，受技术限制和二战爆发的影响，英国的打捞计划被迫搁浅。战后，威海卫回到中国手中，英国再也无法靠近。中国虽然也极度重视海神号的战略价值，但由于海洋力量初步，打捞一直未能进行。那么，我国最终是如何打捞起海神号的呢？关注我，下期我们接着说。中国成功打捞海神号，卡梅伦要求归还，却遭到中国坚决拒绝。沉没了几十年的海神号，终于在1972年被打捞出来。我国是如何打捞的？英国首相卡梅伦要求归还海神号遗骸，我国会同意吗？1972年，中国海上力量已经有长足进步，我们有了更多的实施打捞的可能。于是，海神号的打捞工作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。在经过精心的筹划和连续14天的努力后，这艘沉睡了几十年的潜艇终于浮出水面。与这艘潜艇共同浮出水面的还有18位未能幸存的英国水兵。我们对他们的遗体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处理。由于涉及军事机密，打捞过程中并未对外公开。2011年，当打捞详情公之于众时，西方媒体对此议论纷纷。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公开发表评论，要求归还海神号遗骸，同时质疑中国意图借此提升潜艇技术。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。首先，海神号是在中国领海内失事的，打捞也是中国完成的。
其次，时隔几十年，这艘潜艇的技术早已过时，中国没有必要去学习这样的技术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卡梅伦的言论作出回应，拒绝了卡梅伦的要求。如今，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壮大，没有任何国家能再侵犯中国人民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下期视频再见。